每个人在面对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并且准备面试的时候，一定都是积极努力做好功课之后全力以赴吧。但是当你满怀热情进到了面试室，公司却丢出了一张表格，要你填写很多感觉跟工作无关的事项，或者是面试官突然就问了一些让你一头雾水，甚至觉得有点尴尬、隐私被侵犯的问题时，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受到尊重的感觉呢？但是一方面又要考量是否要为了这份工作说出那些你不是很想让人家知道的资讯呢？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这几年的劳动市场已经从资方市场慢慢转变为劳方市场了。也就是在职场上的职缺可能是维持不变，或是有所增加，可是求职者呢却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有些职务的谈判主导权甚至是比较会握在劳方手上的。因此这几年我们也很常在媒体上看到了缺工人才荒等等的关键字，跟以前僧多粥少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然而这也不代表企业会因此就随便请人，或者不仔细筛选求职者的能力以及背景。毕竟对于很多有经验的雇主来说，请了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员工，整体来说不见得能够带来正面的效益，甚至还会破坏了原本的工作节奏以及团队默契。有些雇主呢，为了要想尽办法在员工正式到职以前就仔细了解员工的工作能力、背景以及家庭状况等等的细节，就会在过程中不小心踩到了就业服务法的红线，而这个代价呢，又可能会比其他的违法状况都还要来得更高。所以这支影片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这个面试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的边界吧。我们一般遇到劳资争议的时候很常会聚焦在劳基法这部每个人都朗朗上口的法令。可是事实上劳动法令是由多部不同的法律共同交织而成的。尤其是在求职、面试，也就是还没有正式入职的招募阶段，有些雇主呢可能会误以为自己还没有真正成为了求职者的老板，就不需要去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因此就忽略了这部罚则相对比较高的就业服务法的规定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就业服务法之中其中有一部分重要的规定，就是在限制企业不能对于员工有就业歧视，也不能在招募或是雇用员工的时候，利用资方的优势而对求职者提出各种无理的要求以及对待，否则可能就会面临到不小的责任了。依照就业服务法第5条的规定，架构上可以区分成2个部分。第一项的规定呢，是规范企业在招募或是雇用员工的时候，不能因为像是种族、性别、年龄、婚姻、身心障碍等等的原因而给予不公平的歧视，甚至连星座、血型等等的因素都包含在内。所以面试官如果想要用这类的话题来让求职者放松的话，谈话的技巧真的要特别再注意了。也顺便提一下，如果涉及到就业歧视的话，依照就业服务法第65条第1项的规定，是可以处以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锾。也就是说，面试的过程，面试官随口一说，或是招募广告上自以为有一些幽默的写法，都可能会因此而收到了30万起跳的罚单。这个部分以后有机会再来跟大家进一步的聊聊各种的案例吧。再来是第2项规定的部分，直接列出了雇主的6大禁止红线，包含了不能有不实的广告经常性薪资没有满4万必须公开揭示，不能未经同意就收取保证金等等的规定。而在这个6大红线之中呢，我们主要是想要来讨论第2款的规定，也就是雇主不能违反求职者或是员工的意愿，要求提供跟就业无关的隐私资料。如果有违反这一点的话，依法呢也是可以开罚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锾，所以真的是要格外特别注意了。由于就服法的母法只写到了雇主不能要求提供非属就业所需的隐私资料，可是具体来说是哪些的东西或是资讯会算是隐私资料呢？我们就要来进一步看看就业服务法施行细则的相关规定了。依照施行细则第1至1条的规定，有提到隐私资料其实可以区分成3大类。第一类是生理资讯，包含了基因检测药物测试结果，或甚至是求职者的指纹或是智力测验结果等等。再来第2类是心理测验、测谎或是诚实测试等等的结果。第3类呢，则是面试过程中比较常见的，也就是个人的生活资讯，包含了信用记录、犯罪记录，或甚至是求职者未来有没有怀孕计划，或是各种的身家背景调查。有些雇主可能会心想我如果不了解员工的这些状况，怎么会知道有没有适合我们的团队？或者退一步来说，怎么知道我们的公司能不能符合求职者的预期呢？其实法规也不是完全说不行要求提供这些资讯，毕竟原本的文意是
是指说要求提供非属就业所需的隐私资料。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该资料能够被证明确实是就业所需，那或许就能过关了。我们进一步来看施行细则的立法理由吧。其中第5点有提到啊，这项规定主要是为了避免雇主巧立名目或用各种的理由任意的要求求职人或是员工提供隐私资料，所以才会要求雇主在收集求职者或是员工资料的时候，应该要跟索取资料的目的有正当合理的关联。在立法理由之中，也有提到5种雇主可以举证的目的，像是有经济上的需求、提高生产力、降低保险成本、避免雇主的侵权责任以及维护公共利益等等。不知道各位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有点太过抽象呢？其实这个也代表啊，雇主要举证的难度是比较高的。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尽量还是不要要求员工提供相关的隐私资料，对资方来说是比较保险的。我个人是觉得啊，基本上如果有明确的法令依据，在要求员工提供相关的资料，其实是更好的。像是立法理由里面所提的举例，如果是补习班要聘雇员工，由于依法来说有一些特定的犯罪行为是不能够聘雇的，否则啊，反而是补习班本身可能会面临到被废止的风险。这样一来呢，就一定得要员工提供犯罪记录等等的隐私资料，才能进一步厘清员工的背景了。另外补充一个常见的误解案例，那就是依照保全业法第10之1条的规定，有明定如果有部分犯罪前科的话，是不能够担任保全人员的职务的。如果保全公司知道员工有这类情况的话，也应该要立即解职。所以保全业者啊，会以为在面试保全人员的时候呢，可以要求他们提供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也就是俗称的良民证，来去确认求职者是否曾经有特定的犯罪记录。然而啊，这种做法真的完全没有问题吗？依照过往的一些诉愿案例或是新闻稿来看，主管机关是认为啊，保全业法只是规定了业者在聘雇保全人员以前呢，需要将名册送给主管机关来进行审查。法令其实并没有授权给雇主可以要求应征保全人员的民众提供良民证，所以这点啊，如果是保全业的话，就要再格外注意了。总之呢，如果没有特定法令规定当作依据的话，那雇主要求员工提供隐私资料，就需要负比较大的举证责任，否则呢，就会有违反就业服务法的风险了。实务上啊，有些企业或许是不清楚相关的规定，或是一直以来呢都沿用自己制定而且又古老的人事资料表，让求职者在上面要填写各种的身家资料，有些啊甚至连家庭成员的背景以及任职状况都要写清楚。其实不只有会踩到法律红线的疑虑，也会让求职者对于企业的品牌形象大打折扣，甚至啊还可能会因为违法而被公告在违法雇主的查询系统之中了。我们来看看一些具体的违法案例吧。有一家在台中的企业要求求职者要填写的应征人员调查表之中，就有包含了需要写清楚家庭成员资料，而且报到的时候啊，还需要缴交户籍誊本等等的资料。后来就被认定呢，要求求职者提供这些资料是不具备正当合理的关系的，所以就被开出了6万元的罚单。这家被开罚的企业啊，虽然有抗辩，是因为有防疫的需求啊，以及需要确认员工是否具有原住民的身份，还有啊，如果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要有他们家人的联系方式等等的需求，所以才会要求员工要提供这些资讯。另外也有提到，公司其实并没有强迫员工要填写表格内所有的资料，所以他自己有疑虑的话，其实也可以不要填。所以公司的制度呢，并没有违反法令规定。可是案件经过诉愿审议之后呢，认为公司在制定的调查表之中，有需要求职者填写婚姻状态、血型、家庭成员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以及薪资要怎么处理等等跟工作无关的资讯，而要求提供户籍誊本啊，更是明确的属于不当索取隐私资料的行为，所以最终呢，还是认定这间公司被裁罚是合理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起案例吧。先前有一家在北部的企业，要求员工报到的时候提供的体检报告之中，要有包含验孕、体检等等的项目，并且主张啊，是因为考量有些工作不适合怀孕的人员，所以只是先了解求职者的身体状况，以利相关工作的安排。然而啊，这不只踩到了要求提供隐私资料的红线，甚至还可能会有涉及到怀孕歧视的行为。因此啊，这家企业也同样被开罚了6万元的罚锾。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其实面试啊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也就是公司在挑选人才，可是求职者也同样在挑选未来的东家。有些人更是会认为啊，通常一间会在面试时尊重个人隐私的公司，在未来的管理上呢，也才会懂得尊重员工的专业。所以对资方来说，搞懂隐私边界，其实不只是遵守法令的规定，也是可以让求职者留下好印象的第一步哦。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啦。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多多帮我们分享啦。另外，如果想要系统化的了解劳动法令、变形工时制度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收看线上课程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